好，中國大陸的 AI 現在雙軌戰略曝光了。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特別關心哦，大陸現在是突然間決定了要一部分放行 H200，終於又可以進口到中國大陸了。除了一邊從這個美國做進口之外，它也狂砸經費來自研晶片哦。今天也會來關心到了，包括的是阿里巴巴加碼它的自主晶片，旗下的平頭哥現在在增資領跑哦。再來關心2026大陸的國產的晶片突破會超過50%大關。今天就這議題一起來做關心 AI 市場的一個重大變化，帶觀眾朋友稍微回顧一下。先前美國終於是願意放行它的 H200給中國大陸了，但是中國大陸還要自研自己的晶片，所以決定不買。但是最新消息是又有了一個重大變化，大陸決定呢，最新消息因應國內大語言快速的發展，而且國內還是確實有算力的缺口，決定考慮放行先前的這個禁令。現在呢，允許包括了幾家企業可以有條件鬆綁來採購輝達的 H200，包括了阿里巴巴、字節跳動跟 DeepSeek 都有望受惠哦。那傳出規模是20萬顆，大家可能會覺得，20萬顆好像很多，沒有哦，這個還不到目前中國大陸市場需求的一半，代表說它是放行，但也不是真的全面放行。所以大陸現在的做法就是被大家視為是雙軌制的原因，是一手從美國進口晶片，另外一手持續強化它在 AI 晶片的布局。好，一共是4大布局。首先看到的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平頭哥的部分呢，現在阿里巴巴加碼自主晶片，它的平頭哥也大幅增資了，這個資本額提升到10億人民幣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件事情是 DeepSeek 也在自研 AI 的推論晶片，降低對輝達的依賴。第三個是智譜 AI， 它也在發展自己的晶片哦，客製化的晶片。它跟中國大陸的本土 IC 設計公司合作來做客製化的 AI 晶片。最後第4個是字節跳動了，它也擴大規模來採購國產的 AI 晶片。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楊老師，中國說有可能有限度的放行 H200，這是一邊，另外一邊又在自己強化自己的國產晶片，它的雙軌策略，老師怎麼看？其實一方面最主要是現在中國大陸自己國產的芯片那可能不夠用，這最主要的關鍵。那黑市的價格又非常高。另外一方面 ，H20我們講所謂閹割版的 H200的閹割版那不夠，這個效能不夠好。美國現在願意放 H200，其實這還是 NVIDIA 的這個第2級，而不是最主要的 Blackwell。Blackwell 美國不會出售。所以中國大陸在過去堅持一段時間之後，發現到有實務上的需要，所以呢，他就採取3個作為。第一個，你剛剛這邊提到了總量管制嘛，最多只能夠20萬顆以下，也就到各個廠商申請的不到一半。第二個呢，他採取的是你只能用在模型訓練，你不能用在邏輯化的這些這個芯片的過程當中，那個部分還是強力的要求你要用國產的芯片。因為都會牽扯到更進一步的，就是技術。那第3個呢，它要必須每一家公司自己專案來申請，那它能夠掌握到你實際上這個進行的這個情況。所以我覺得其實是這個就建在所需要的這個因素。那不過這裡面必須要提到的是，美國現在它的確也許在 GPU 上面還是具有這個領先。那中國大陸在你剛剛提到好幾個都在發展自己本身的國產 AI 晶片的同時我覺得美國的 AI 產業現在面臨到最大的問題，其實現在已經出現了，就它的電不夠。各位知道亞馬遜要花將近7億美元在三里島蓋小型核電廠，Meta、Google 都在做，可是美國的整個電網老舊，而越來越多的資料中心尋求在美國建立，所以現在有人預估美國可能最糟糕的情況是，這些已經在申請的資料中心，將來可能有將近一半，至少1/3做不出來，因为電不夠。所以未來美國的 AI 的產業，可能最大的關鍵倒不是說跟中國大陸在模型還是芯片上的競爭，而是它自己本身電不夠了。好，那聶老師又怎麼看呢？我覺得我有一個經驗，在這個兩年前我帶一些學員到紐約的時候，要去之前呢，有紐約的朋友跟我說能不能拿到 H100，我說 H100，我研究了一下，原來是算力很快的台積電的某些晶片，但這晶片在大陸做不出來。我覺得是有人想透過關係弄給大陸，大陸急求，那到年底之後呢，大陸知道他們美國不給，就做了一個黃軍就告訴他們說，給他 H20。
那 H-20算力非常之低，因此就送過去，只有这個 H-100大概1/3就送去。就送去之後，中國很想要，可是中國很快創造出他們的相等晶片，就對 H-20也就不要了。可是，在不短的半年後呢，竟然黃仁勳告訴了川普說，中國他現在做到的可能會不差於我們。我們必須要給他們，而當然美國剛剛講到了，他們的 Blackwell 甚至 Rubin 就出現了。這時候那好 ，H-200給他們吧。中國其實很需要，因為中國這 H-200是 H-20的6倍的算力，他們非常急需，因為它的很多的 AI 配套是需要去研究的。可是他們為了知道自己要自我創新，要跟他同等級，有一些類似商品出來了，他們就在卡關要與不要之間考慮很久。最後呢，在那個時候一開始就說要可以，但是必須告訴我你要多少顆，嚴格審查，盡量用我們自主創新的。对，但他們還是有需要，因此走到現在還是一樣的道路了。我必須說，未來的世界會這樣子，叫 two specs， 2種規格。這個很早就有很多人講了，因為當中國崛起之後的美中在較勁的中美之爭的時候，這2國都有它在全球一個領導的地位。如果你是一個國際廠商，你必須符合過去的美國，以及未來你要在中國市場賣東西，你就符合中國。當它完全不相符的時候，你就要看誰未來最有趨勢。所以我要這樣講，就是國際企業將來你要看是大中小型企業，或是短中長期的時間。未來我們還是在看，搞不好可能就被全部中國拿去了，你就完全走向中國。最少現在大型企業必須要做2種規格，比如包括到中國設廠的很多就到東南亞去，叫 China Plus One， 這樣同樣的概念，這是未來的世界。好，所以未来可能走2大體系哦，在 AI 有這個美國的體系跟中國大陸它自己的體系。那其實呢，我們也看到美中都在拼 AI 哦，尤其現在可能引爆另外一個算力的需求，就是因為美中他們的這些科技巨頭都在做 IPO。我們先看中國有2家企業 IPO， 第一個是低潤大廠長興存儲，第二個是它的 NAND Flash 的大廠龍頭長江存儲哦。第一個是長興存儲，第二個是長江存儲，都 IPO。再來美國方面，幾家大廠也拼 IPO， 3家 SpaceX、OpenAI 跟 Anthropic， 代表說未來的算力需求會越來越大，成為另外一場算力軍備的競賽嗎？聶將軍，聶將軍怎麼看？確實是如此哈。我們知道國力代表算力代表國力哈。這個《孫子兵法》有一句話叫做“多算勝，少算不勝，何況無算乎？”結果真的是沒想到，我們老祖宗2-3千年以前就看出來這種算力的重要哈。其實他講的那時候《孫子兵法》講的算，也就是現在我們如果說是用現在 AI 來講的話，就是 AI 的推理。但是以前是用人腦來做一個推理，現在來講可以用 AI 晶片來做一個推理哈。那在用在軍備方面，我們包括到太空中的衛星，包括到地面上面的機器狗，各項的武器載具哈，都必須要用到 AI 的算力。那我這邊特別要強調的，其實 AI 未來我們現在講的這些哈，不管是這個日節跳動或者 DeepSeek 等等主要都是用在這個商業用途上面。那軍事用途上面來講的話，我相信中國大陸他們國防部自己會成立一套系統來做，不管是大模型的訓練或者是推理的晶片，它應該會制成一套系統，而不會跟這些東西不會跟商業混在一起。那做這些晶片未來會用在什麼地方？